听说陆少后来真不装富二代了，不是不装，是人家装不起了。我拿到了大量拆迁款，我不甘当普通人，于是拿着拆迁款将自己包装成富二代，钱、面子、圈子我都要，想说人人都叫我陆少。如今，活该，真活该，都是我自作自受。你真的越来越像。什么越来越像？你装的太用力，想不注意都难。装？陆川，什么意思？你这块表是真的，你开的车也不便宜，但每次恰好出现在最需要排场的时候，散场后他们就都消失了。比如你每次坐下都会将钥匙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一开始我还真拿捏不准你是哪家少爷。银行调出来的消费记录，你为了装富二代，前前后后砸进去几百万。真有这个钱，拿去做点正事不好吗？用你家拆迁款来装富二代融入圈子，这不是融圈子，你是在拿命赔圈子。如果有来世，我一定要活出自己，而不是活在虚荣当中。没死，这里不是医院，这不是大一我18岁的那天吗？我重生了，1000万拆迁款，一分没少。前世最大的错就是把这笔钱拿去给自己做了一层虚荣的壳。既然重来一次，我不往别人桌上挤了。去他妈的圈子，去他妈的富二代！以后买个舒服的房子，买辆喜欢的车，正常开学。闹中取静，绿化极佳的小区，前世我一直舍不得买，拿着钱去租车租表，请客融富二代圈子。这一世，我要为自己而活。哪位？方先生，我在论坛上看到静园的房源，想约个时间看看。你替家里问还是自己买？自己买，18，刚高中毕业。静园这套不太像你这个年纪会看的房。我看过不少楼盘，很多都是拿来撑场面的。您这套不一样，像真人住的。明天下午4点，静园门口等我。真想买，带齐整。还真过来了，你是真想买来住？是，跟我来，我带你去看看。看出什么了？我看过很多房子，一进门满眼都是钱，每一件摆设都在提醒你这东西很贵，你得小心碰。但这套房子不是。我刚进门，他就让我先放松下来。一个18岁的年轻人，怎么会有这么通透的生活感？真是见鬼了！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给别人看的。要是回家还得端着，那跟住会所没区别。你这话不像18岁能说出来的。这套房2000万，我不急卖，但如果是你买，我优先考虑。这套房我有意向，我回去算清楚资金就联系你。行。我有1000万的拆迁款，拿去付首付够了，但剩下的按揭也是个巨大现金流亏洞。想要拿下静园，还能让生活彻底松弛下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搞钱，搞快钱。上一世我最害怕进这种地方，因为每次进去都感觉底气不足，我都会下意识地挺直后背，将手表牌子露出来。但现在，
先生，看车啊，我们这里都是高端二手车。您要是喜欢跑车，我推荐前面那台迈凯伦，开出去炸街绝对有面子。不用，我不喜欢炒的。这台怎样？那台啊，车确实好，但没声浪，年轻人开出去不够拉风啊。我是要自己开的，不是买来给别人看的。那台白色欧陆，保养记录、出险记录、过户次数调给我看。好眼光啊！这车低调，一任车主，记录全，前杠不过期。是你爸爸还是其他长辈买？自己开，图个安静。就这台吧。这就定了，您不试试声浪？车价280万，算上整备和过户，利润不厚，不玩虚的。就按这个走，刷卡吧。这就刷卡了，直接签字。我干这行无数年，见过无数富二代，哪个买车不是带着一群狐朋狗友前后后看半个小时，最后还得砍价展现能耐？这种客户太少见了。陆先生，爽快！要不要给您弄个提车仪式？横幅、鲜花我都包了，再配个摄影师，给你拍个视频发朋友圈。不用，不喜欢弄那些虚的，我直接开走。花了200多万买车，连发个朋友圈炫耀都懒得做。这次是真正的富二代，低调奢华有内涵啊。Don't have to tell you. Oh, I love your precious mama. I was tempted. You. 这车总不能一直停在路边，短租房连个像样的车位都没有。看来，静园那套房必须马上拿下了。2000万的房子。按照最低首付走，加上乱七八糟的税费、杂费，700多万得见底。人不能把后面的路堵死，手里必须留足现金。方先生，静园我定，不过我准备走贷款，首付按最低比例来，明天去签合同。哦，你是想留现金流？对，你做得很对，这才是现代年轻人该有的运筹帷幄。好干净的账户，没有乱七八糟的进账，没有三角债务。他刚满18，竟然手握这么庞大且干净的一笔现金。陆先生，您的条件非常好，首付30%没问题，我给您走绿色通道。麻烦您了。不麻烦，不麻烦。你那车不错，昨天刚提的，买的二手车，买来代步，图个隔音好。舒适，拿几百万买宾利欧环当代步车，说的倒是轻描淡写，但外面人可不会信。车买来就是用来开的，真要说排场，宾利在江城也不算高调。也是，你这人气场看起来不像是喜欢开着跑车到处炸街的人。你买车全款，买房却贷款，是想留现金流做别的事儿？是，房子占用太大，贷款划算，手里有现金，遇事才不会慌。好，不急躁，有成算。方志源，江城商会会长，以后在江城碰到麻烦可以直接找我，以后叫我方叔就行。没想到此人身份竟然这么厉害，上一世若是结交这种人，估计得激动死。而这一世，我要为自己而活。谢谢你，方叔。得知我身份，竟然还如此淡定，这小子不简单啊！你是哪里人？京城。京城刚满18，手里拿得出几百万首付，开着宾利，有钱又不急躁，每句话都说得恰到好处，这绝对不是一般家庭能养出来的孩子。房子换了主人，东西搬空了就断了氛围，这些留给你，当乔迁礼物。多谢方叔。钱虽然花出去了，但房子是我的，车也是我的，60万就算是我这一世的起步资金。原油最近波动很大，杠杆高，方向做反了，亏得极快。你年纪轻，仓位千万别重。我知道。如果满仓加高杠杆，只要一波拉升，
利润就能翻几倍。做大不是本事，活着把钱拿出来才是本事。保证金上限40万，分批进场，留足补仓。进场。第2笔建仓完成。真正的风暴要来了。要涨。这一仗终于打完了，钱有了，生活的底盘才算真正搭起来。这次的钱是我按着节奏一笔一笔做出来的，不许任何人夸，任何人看，更不需要拿着它去换别人叫我一句陆少。这一世，我为自己而活。过去的残影该彻底清空了。这一世该正常去上学了。方先生，我准备明天提前结金皇这个人。这才过去多久，他就多了这么多钱？陆先生，尾款今天就能走完，后面的抵押解除我亲自盯着，绝不耽误。麻烦了。应该的。尝尝，这茶味道很像小时候胡同口隔壁老大爷泡的高碎，茶叶末一大把，不过味儿很足，我挺喜欢，可惜停产了。不合口？不是，跟我在京城老家喝的味道差不多。方叔，这茶不好弄吧？这可是市面上根本见不到的特供茶，他竟然说跟老家喝的差不多，张口闭口说的这么随意，半点炫耀的意思都没有，只能说明一件事：这孩子从小待的地方绝对高的吓人。是，现在确实不好弄了。那个，你这尾款补得很快，家里长辈给你批了资金？不是，最近市场有点机会，随便做了点交易，赚的。见识，心气儿，做事有分寸，还有这从容不迫的语气，他绝对是从高处人家走出来的孩子。现在像你这么有判断力、有能力的孩子不多了。方叔，我先告辞了，快开学了，得去买几套宿舍用的东西。你在江城读书？对，江城大学。好，路上慢点儿。老陈，别说我不关照你，你们江城大学这届新生里藏了条真龙。真龙？这江城还能有人被称之为真龙的？谁呀？京城来的。京城？在京城能被称之为真龙的，难不成？多的别问，让你手底下人眼睛放亮点，别弄出笑话，到时候难看的是你们学校。就要上学了，也该给自己买几件衣服了。前世为了这些牌子刷爆信用卡，以为把它们穿在身上就能高人一等。现在看来，衣服终究只是衣服，只是给以前的我加了层可笑的壳。Ater 这种牌子卖的从来不是社交属性，而是面料和手工。虽然贵，但没几个人认识。前世的我觉得买它的人都是傻子。不过这一世，我想当这个傻子。软滑轻柔，没有任何多余的粗糙感。钱花在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本事。
先生，需要我给您介绍一下吗？不用，我先自己看看。好的。先生，我们品牌主打顶级面料和全手工定制缝线。这熟悉的套路，换做前世，我大概已经掏出信用卡砸钱争面子。可现在，我连解释的兴趣都没有。您手里的这个系列单价都不便宜，所以呢，我只是提醒您，可以考虑看看基础款。我不习惯伸手服务，让你们领长艾迪出来。艾迪店长，这小子说话也太冷静了，难不成真认识我店长？店长我不认识，但前世我为了装逼，自然要了解所有的品牌，而这一家当时我就了解了，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您好，我是江城店店长艾迪，听说您找我。我姓陆。你们这一季的面料预留是不是已经锁给 VIC 了？还有那条手工丝线的暗码，普通成衣看不出来，内里收针的位置会留工坊标记。南艺那间工坊的单子，今年不是还能走一条免排队通道吗？这些东西，别说普通客人，就连门店很多正式员工都不知道。能说出这种话，他已经不是懂牌子那么简单了。抱歉，陆先生，刚才是我们门店接待有失分寸，去把试衣间清出来，给陆先生试衣服。还有，把今天新到的那几件拿过来。陆先生，给您走了门店最高 VIC 折扣，一共80万。陆先生，这是门店给您的内部礼物，不对外发售，只做定向赠送，希望您别嫌弃。我记得这个 Ater 因为一位国际名流带货，这一批本来只当做赠品流出去的小玩意儿，最后被收藏圈盯上，因为数量少，价格被炒到了1000万，我这也算是捡漏了。谢了。果然是大佬，换成一般人，要么会追问来路，要么假装推辞，而陆川却只是收下，像是这些东西本该就赠送给他，就像是习惯了一样。上一世这时候，我租着豪车来报道，为了让所有人都看到我的车，我凌晨4点就开车来到门口，一直坐在车里等着。想起那些事，现在真觉得可笑。好帅的学弟啊，不仅是单纯的帅，气质也迷人。你就是陆川，这里签名。好。学弟，我是你执事学姐，以后有不懂的可以问我，要不加个微信吧。如果是前世，我大绿就死了，因为那时候我最想给自己铺人脉，而现在……谢谢学姐，不过暂时不太方便，我想先熟悉一下环境，后面真有问题再去系里问你。好，那你先忙。好冷静的学弟，有机会得认识认识。前世的我活得就像一个笑话，这样看起来应该像是富二代。现在这层皮终于彻底扒干净了，镜子骗得了我一时，骗不了我一世。前世室友一共3人，不知道重活一世会不会还是那3人？以我如今的身份和他们难相处，会不会不一样？我操，累死我了！没变，看来还是那几个舍友啊。哎呀妈呀，哥们儿你来这么早啊！我叫韩东，东北来的，叫我东东就行。先擦擦汗吧。谢了啊，兄弟。你是不知道，我妈硬给我塞了100多斤行李，光袜子就20双，还有什么沉甸甸的母爱，差点没把我送走。阿姨挺实在，一起搬能快点。哎，川子，你这普通话说的挺板正，哪人啊？京城，首都来的，怪不得气质这么稳重，一点不像那些毛头小子。慢点，慢点，那箱别蹭墙，这什么破学校，电梯还能坏？来了，前世拆仓我伪装的人。这床这么窄，我儿子晚上翻个身都费劲。这桌子也旧，回头我给你们院里打电话捐一批新的。空调呢？
明天我找人来装。爸，差不多得了，别人还在呢。我说两句怎么了？我一年纳税几千万，我儿子住这儿不能说。拿着，我家子昂脾气大，以后多担待。以后有啥事可以找叔叔我，在江城，叔叔说话还是有点用的。叔，不用，拿着，小意思。好吧，谢谢叔。瞧他这模样，就知道被他镇住了。家里条件应该很一般。谢谢叔叔，同住一个宿舍，互相照应，本来就是应该的。这小子衣品感觉很精致，话不多，但十分镇定，有一股特别的稳重。行，小伙子不错，缺什么跟爹说，生活费不够就让管家给你打钱，别委屈了自己，知道没？知道了。我爸就那样，讲究排场，让你们见笑了。我叫陈子昂，江城本地的。寒冬，东北的，多关照啊。果然，经过我爹那一折腾，这小子下意识就对我客气不少了。陆川，这小子怎么半点反应都没有？不会是面瘫吧？你这衣服的料子很特别，你自己来的？这是试探我。打车来的，我来的时候电梯还没坏。要不一起去吃个饭？可以啊，不过我听说新人入校就要军训，军训可累了，不能吃太油腻的，不然肠胃不舒服。有道理。江滩那边有家私房菜叫江南，平时不好约，没有熟人带门都进不去，里面的菜品极讲究。那家店确实不错，但真正好吃的是清汤桂鱼，可惜现在换了主厨，火候刻意，太想出层次，反而把本味丢掉了。陆川，你去吃过啊？这评价跟我爸上周带去的那个身家过亿的大佬说的一模一样，可不是网上搜点评能搜到的。他到底是什么人？去过，那家店也不适合咱这种穷学生。那什么馆子适合？就后街那家砂锅店吧，门脸破，但排骨煲比大馆子实在多了。好，那咱第一顿就去这家吧。陈子昂到了，寒冬到了，我也到了。504，现在只差最后一个人了。前世他的话废话最少，也是最能看明白事的人。你们好，赵一帆，继承人。这种不动声色的规矩才是真底蕴，比我爸那套暴发户皮唱高级多了。哎呀，来了兄弟，我叫寒冬，东北的。陈子昂，江城本地人。前世也就是他在包厢内最后平平静静推过来一张账单，将我的那层壳彻底撕破。不过那些都是过去式了。你好，陆川。A-tail 的基础款，剪裁和面料做不了假，而且搭配的这么自然，这个陆川都普通啊。兄弟们，人齐了，走啊，去后街搓一顿，我快饿抽抽了。陆川，你说的后街那饭店真好吃吗？好吃，后街环境一般，一般你也得吃。大少爷今天先体验体验人民群众的生活。前头还有这么多人，你不如直接告诉我哪儿躺着舒服。没必要在这儿耗，离这儿2公里有个商场的高档西餐厅，我有会员。开学第一顿没必要受罪，我请客，算给大家接风。算了吧，第一顿就让你请这么贵的，像我们专门来占便宜似的。一顿饭而已，没事儿。那也是钱啊，别请了。什么意思？意思是第一顿饭别把规矩弄歪了。一个宿舍要住4年，小钱最容易把边界搅乱，以后谁想请客都行，但开学这第一顿最好 AA。今天你请，明天他请，后天谁来请，心里都容易出别扭。刚认识，没必要欠人情，各付各的，最省事。我同意 ，AA 最好，没负担。对 ，AA 最稳当。虽然我确实很饿，但总不能刚认识就让人破费。寒冬不想占便宜，我理解。陆川我没看懂，非要个面子也说得过去。可你赵一帆家底不错，按理来说最不该在乎这种小场面，结果也和他们站在一边，简直有病。如果我非要坚持请客，反而搞得像是要用一顿饭来压人一样。行。AA 就 AA， 那现在咋整啊 ？AA 也总得吃饭吧？跟我走吧，里面还有一家。前世504第一次全员出来聚餐，误打误撞摸到这里，味道好，而且还干净。老板，上2盘肉，快！哎，你们大学都有啥打算？我就是别挂科，缠上你呢。我主要拿文凭，顺便跟着家里接触核心圈子。比如昨天，我爸正托关系，想给我排一款顶级奢侈品牌的限量版腕表。那种顶奢品牌，区域总监暗示，至少得先搭够50万的冷门破烂，才刚够资格进排队名单。50万？买个表还要先买50万破烂，规矩也太变态了吧！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普通人摸不到的门槛，只能干正眼的高级感。那个牌子的配货规矩，今年年初就变了。
所谓的区域总监暗示你搭售50万，多半是为了清理他们年底的滞销库存。真正能拿到哪款限量表的，根本不需要在门店杂流在，而是看总部的客户代码库里有没有走过免排队直通。你爸大概是被销售当成清库存的冤大了。而且那款表的机芯上个月刚偷偷减配了前动轮材质，保值率已经崩盘，花50万配货拿个阉割版，纯粹是去送钱。你少在这道听途说！我爸的朋友是大区总监，怎么可能骗他？你懂什么？这家伙名字说的那么顺口，不像是瞎编的。吃完饭，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找人查查是不是真有问题。机芯减配和代码库变更，是我妈半个月前收到的内部道歉信内容，这是最顶层核心客户才知道的内幕。他究竟是什么身份？老板，结账。4个菜1个汤，一共120块。一人30，微信转我。来嘞，规矩不能坏，马上转。转了。在这破馆子内，能认真收30块 AA 饭钱的人，刚又能随口说出顶级奢侈品内幕，这小子到底什么鬼？规矩到这一步，算是彻底立住了。谁也别想第一天拿钱做人情，谁也别觉得一顿饭能买来高人一等的位置。鱼儿终于要。许成远，前世这名字在全国金融圈是绕不开的传奇，交易狂魔，盘感敏锐的可怕，控盘精准，但那都是后来。如今的许成远正处于人生最黑暗的低谷期，被各大机构封杀，欠一屁股外债，没人敢用他。不过我敢，所以我在几天前就给他发了私信。切入点极准，直接避开地缘新闻表面，一刀切进了供需端和资金情绪的底层矛盾。果然有本事。如今的他正处于低谷期，急需证明自己，防备心挺重，只露骨架不给血肉，就等着我去亲自找他呢。重生回来大半个月，为了完成原始积累，天天熬夜通宵盯外盘，钱赚到了，但很疲惫，以后就交给许成远了。老陆，搁这看啥呢？笑得这么春心荡漾的。没什么，刚和一个人在聊天呢。我去，你小子不会加上今天迎新那个学姐了吧？刚开学就要处对象，不讲究啊！能不能给我们这种单身狗留点活路？脑子里除了处对象，能不能有点别的？找个人，绝不可能是找学姐。能让她露出这种神态，绝对是能在水面下搅动风云的东西。陆川身上的那层雾，真是越来越浓。大家安静，都是新生，大家踊跃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叫韩东，搁东北来的，优点能吃能扛，缺点脑子慢慢瓢。以后谁搬水找我绝对好使。我叫陈子昂，本地人，家里做点小生意，以后本地生活上的问题，大家可以互相帮忙。大家好，我叫平纪期，来自江浙。陆川，京城人，以后请多关照。介绍完毕，现在暂定一下班委，有意向的同学可以毛遂自荐。全英文外盘，大宗商品实时盘口，这可不是大一新生能玩转的拿来充兵的东西，上面的每一根线条都代表真金白银的厮杀呀！眼前的这些学生还在为了争夺班干部挤破头，而陆川却盯着另一种量级的战场，完全不在一个维度啊！下午不能浪费，网吧、商场随便挑一个，大学生生活必须拉开序幕。我带你们转转，本地我熟。好，老陆，走不走？不去，有事要办。去哪儿？要不要我送你？不用，我自己过去更方便。约了人？不会是和学姐去约会了吧？我日，这小子速度也太快了！入学第一天就碰上学姐了，1、2个月后还不得结婚了？如果他要去见的是某个学姐，
我赵一帆名字倒过来写。您好，你是不是走错包厢了？冒昧问一句，您是替家里长辈来传话，还是替哪位老板过来的？都不是。坐下说吧，许成远，不用费劲猜我是替谁来的，没有别人。昨晚给你发邮件的那个人就是我。查过你，在上一家机构，你带队做空海外大从盘，方向其实没看错，但你老板私下动了资金池去填窟窿，导致保证金不够，遇上逼宫直接爆场，最后老板全身而退，你被推出来顶锅，你名声臭了，被业内几大机构联手封杀，还背了一身烂债，你现在是个连散户都不如的死。这些都是江城金融圈讳莫如深的谈资，哪怕有人知道内情，也不会当众这么扒我皮。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这份报告我看过了，逻辑很准，底层拆得很细，你对资金情绪的嗅觉还没废。我手里有一笔资金，缺一个手段干净利落的操盘手，我今天过来就是愿意给你这个重新上盘桌的机会。重新上桌？可他只是个大学生，手里能有多少钱？就算有钱，靠着爸妈给的几万零花钱。这位同学，你能把我查得这么清楚，我很佩服。或许你家里真的很有背景，让你拿了一笔零花钱出来练手，但我不能接。我虽然现在落魄到了极点，但我还没沦落到去陪一个富家大少爷玩模拟盘过家家。外盘不是闹着玩的，几十上百万扔进去，可能连个水火都没有。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输不起。抱歉，今天这趟打扰了。1500万的盘子，不打算听听再走吗？1500万？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份原油报告你做的太保守了，你以前做事很果断，现在却带着恐惧做交易。现在原油不是单线逻辑，地缘扰动太强，情绪盘和避险盘交替冲击，这个阶段不保守回撤会死人的。我的方案不是赚的少，是为了活下来。这话本身没错，可你现在的问题是你把该狠狠干的一段也按保命的思路处理了。这次中东的局势突变，真正的驱动力在外围资金的避险情绪和股头的逼空。前几天的震荡根本不是消息不明朗，是主力在洗短线跟风盘。每一次急跌破位，底部的承接盘都坚决。你把那些回踩当成风险提示，建议减仓规避，但实际上那才是最好的加杠杆节点。等所有人反应过来准备追涨的时候，也就是该平仓落单的时候，你的脑子还停在给前东家填窟窿的阴影里，只看得到回挫，看不到趋势。嘴上说的再漂亮，没经过实盘真金白银的检验，都是空谈。自己看，全是原油多单。第一是持仓克制，第二笔加仓，精准卡在盘中回落最低点，随后分批平空，节奏堪称完美，没有在最高点贪婪，也没有在震荡中恐慌。这节奏简直是一台精密机器，把整段主升浪最肥美的一段啃得干干净净。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几十万的底仓，大半个月的时间滚到了近4000万，这是你做的？运气好而已。运气？慢杠杆操作，错1秒都会爆仓清零，怎么可能是运气？这种逆天的判断力，我这是遇见真神了。您到底是什么人？称呼变成了您，信念已经崩塌了，火候到了，是时候给他一个能产生安全感和信心的身份背景。我姓陆，京城来的，现在在江城大学读大一。那是顶级奢牌 ATEL 的定制款，不显山不漏水，对物质彻底祛魅。3900万的交割单，京城背景，漫不经心的低调 ATEL， 它背后的水真到了我连探底的资格都没有。陆少，叫陆总就行。是，陆总。以后资金盘上的大方向我会定好交给你，具体的建仓、平仓节点还有仓位拆解，你全权负责。我不会去干涉你的交易细节。如果我这边没有明确的指示，平时空档期一切交给你负责。我相信你的能力。充分放权，指控大局，是每一个操盘手做梦都想遇到的老板啊！明白。还有一条规矩，我平时要正常上课，没有特殊情况不要随便找我。工作上的事，每周邮件汇报就可以。我记住了，陆总。把手机拿出来。
加个微信。陆总，这先收了，拿去买2身像样的行头，找个地方好好吃顿饭，休息2天。我的人出门在外不能太寒酸，休息完之后去注册一家新的投资公司，所有的繁琐手续、场地全交给你去跑，我不出面，也不挂名，卡里是启动资金。公司成立后，我给你10%的股份，你来做总经理。这不仅仅是给我一口饭吃，这是直接把翻身的绝对权力塞到了我手里。您放心，这把刀我肯定给您磨到最利。只要你能把这仗打漂亮，这10%以后会远超你的想象。我不行了，这破空调到底是制冷还是自热啊？我咋感觉它在给我吹暖风呢？我操，川哥，你简直就是下凡的活菩萨啊！刚在校外买的，切好了，趁凉吃。活过来了，这口西瓜算是保住了我的狗命。子航，昨天你爸不是说要给咱们这层楼全换上新空调吗？这都1天了，咋还没动静？应该快了吧？学校走审批慢，我马上出去打个电话催催。爸，你昨天说换空调的事咋没动静了？室友都问到脸上了。人家后勤处说线路老化，承受不了整更换新，要换得等寒假重新排线，把我拒了。换不了，牛都吹出去了，你让我脸往哪儿搁？行了，我先给你打点钱，你自己找个外包，悄悄给你们宿舍单独装一台还是没问题。空调可以装，但我是本地少爷，最后居然要给爸原吹出去的牛，真他妈丢脸！不行，等会儿买好空调让人来装，一定不能说是我掏的钱，不然太没面子了。打过招呼了，楼太老，线路不行，但我家里给后勤处施了压，走特批，单独给咱们批了一台挂机。我操，真批了？批是批了，我正在催他们直接派人过来装。上一世，我也曾和他一样，死要面子活受罪吧。504是吧？加急的单子。妈呀，活过来了！陈总牛逼，在江城，陈总绝对是只手遮天。不对啊，子航，既然是学校特批的，打来的师傅穿的是外面电器秤的衣服，连个学校公照都没有。而且这都大半夜了，后勤处还加班送空调。那个上一世韩信人这小子也经常脑子转不过狼来，直话直说，戳穿了我不少谎言。没想到这一世轮到他来戳陈子昂了。学校采购的单子本来就走外包，特批的单子走库房来不及，80%是后勤处直接派给合作网点加急了。能大晚上让网点派人带机器过来，还是陈总家里路子广。对，就是外包网点加急的。原来是这样，还得是陈总排场大。今天若不是陆川这一局，我这张老脸就丢光了。这不是描写维多利亚时代禁忌情色史的书吗？就相当于国外的小黄书啊！好家伙，上一世大家同住一个屋檐下4年，居然硬是没发现这小子是个顶级闷骚。看小黄书看得眉头紧绷，这世上也就他一人了吧？站军姿，要的就是纹丝不动，哪怕蚊子落鼻子上也得忍着。第3排左数第2个，那个往脸上抹油的，给我出列！当这是你家后花园呢，还抹防晒？笑什么笑？刚才笑的那个，滚出来！你以为很好笑是吧？报告教官，不好笑！嗓门挺洪亮，是个当兵的料。所有人休息15分钟。奇怪，前世我的身体羸弱，站军姿的时候甚至还昏迷过不少次，他们站了这么久，一点事都没有。而且
我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竟然回忆起了前世一篇复杂的长篇财经报告。不仅是重生，前世的所有一切都像是被存在了脑海中，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翻阅。我不仅拥有知晓未来大事的先发优势，更有精力充沛的身体，以及过目不忘、拥有恐怖逻辑处理能力的变态大脑。重活一世，不仅能重新做人，老天爷还给了我一张最强底牌。太好了，川哥，快看快看，绝世大美女啊！全是摆拍的痕迹，太浮躁了。是他。采风任务终于完成了，手心全是汗，去洗个手吧。又是他，这可是和我搭讪的绝佳好机会。他肯定会像其他男生一样来和我搭话，问我要联系方式吧。小心点，沈学姐，原装的，摔坏了不好配。我的东西上可没写名字，他是怎么知道我姓沈的？你认识我？你怎么知道我姓沈？休息时间结束，10秒钟内都给我回来。有人在告诉你，就这么走了？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都不和我搭讪搭讪，至少要个联系方式吧？他是从寺庙出来的和尚吗？好奇怪的人啊！哟，盯这么半天，咱们的制冷机赛花这是开窍想谈恋爱了？谈不上想谈恋爱，只是觉得这个人挺特别的。哟，还看呢？要是好奇，学姐帮你去新生名册里扒一扒。有人在告诉你。不用，他既然说了有缘再告诉我，那就等他自己开口。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兄弟们，我感觉我这18年白活了。下午操场上那个端着单反的学姐，那气质简直绝了！我宣布，我的春天正式按下了启动键。趁早收了那条心吧，那种气质，没有钱和背景，从小堆着，根本养不出来，用普通套路根本砸不开。不过，要是真能把他追到手，我倒是不介意下点血本。我老爸刚奖励了我一辆保时捷718，直接送他当礼物。保时捷？沈之毅，新闻系大2。我操！老陆，你丫隐藏的也太深了吧！人家底细你都查得一清二楚了。完了，美女学姐被川子盯上了，我还能没事了？打听个名字算什么本事？真要拼财力，一辆718摆在那儿，你拿什么整？保时捷718，在沈之毅面前，那就是个塑料玩具。陈子昂还真当人家就是一个普通的有钱人家大小姐呢，人家可是广东顶级财阀的独生女。这小子也太屌了，那可是沈之毅啊！他念出名字就像在念一个路人甲一样，能有如此的表现，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不仅完全知道沈之毅背后的势力，而且还没将沈家放在一个需要仰望的位置上。外盘道宗商品、奢侈品内幕，现在又是对顶级财阀的无视，陆川到底是什么背景？军训配发的迷彩鞋，鞋底硬得很，加上闷热，穿几天脚底板就得脱皮，得买点东西了。超长夜用，绵柔透气，无侧漏。
小伙子，怎么一口气买这么多卫生巾啊？你不会是有很多个女友，都同一天来姨妈吧？阿姨，麻烦拿个最大的黑色塑料袋，结实点。现在的年轻人可真会玩啊！长得帅，确实能为所欲为哈。接着，哎呦我操！川哥，你从今天起就是我亲义父。刚去买了点军训防废脚的神级装备，一人2套，分了吧？神级装备？川哥，你这是去打劫女生宿舍了？咱们不至于为了逃避训练集体变性吧？绵柔减重，超强吸汗，这胶鞋底子薄，明天拉训半天就能起泡。垫上这个，谁用谁知道。很实用，支撑力和吸湿性比一般鞋垫强。疯了，都疯了！我可是少爷，出门要喷香水讲体面，让我将卫生巾垫在鞋底，绝对不可能！我不垫，这玩意儿太丢人了，万一掉出来，我还在不在江大混了？我陈子昂就算明天脚底板磨出血泡，也绝对不用这种玩意儿。他们都睡了，放这儿了，背着吧。我操！子昂，你不是？闭嘴！我就是想试试，看看它有多难用，准备拉练的时候好好批判它。你昨晚可不是这么……是挺难用的，也就凑合垫垫脚底板，稍微软和点，赶紧洗漱，快吹哨了。没有嘲笑，没有看戏的眼神，陆川又一句轻描淡写，将我的面子给护住了。第一步，走！谁说这玩意儿不好？我跟谁急，这简直就是人类之光。我的妈呀，这训练量是要把人往死里整啊！得亏了川哥的法宝，否则我这双腿就废了。今天拉练太累了，本少爷请客，随便喝，都别说我不照顾你们啊！陈总大气。谢谢。子昂，不瞒你说，明天我高低得再去买2包那玩意儿，这缓冲感简直绝了。前世为了挤入那群喝洋墨水的高端圈子，和各种海归富二代打交道，硬着头皮学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俚语和黑话。如今看这种书和看普通的中文差不多了。他像暴风雨中的舵手，将船手毫不留情地撞进那片泥泞的温床。这作者文笔一般，阳台这段隐喻用的太刻意了，缺乏美感，纯粹在堆砌词藻。好纯的翻译，俚语底层逻辑都翻译对了。也就是说，这几天陆川一直都知道我在看的是什么书。我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高冷学霸人设，连渣都不剩了。走，子航，陪我去后街网吧打2把游戏。这军训太折磨人了，必须去峡谷杀2把回回血。网吧那种地方环境多差呀，全是烟味儿。你别拽我。昨晚那句全英文维多利亚俚语，他到底是怎么做到信手拈来的？这东西看似普通，实际上是欧洲某个100年历史的传统手工作坊出来的东西，很少对外流通。赵一帆把它拿出来，
一方面是想用这东西给我作为英文书的封口费，另一方面是最后一次试探。梅松沙 K 的内供件，你认识？做工不错，收下了就证明他不会暴露我的英文书，而且还证明他很识货，懂得分寸。等一下，重活一世，我可不想占任何人便宜，欠下任何人人情。回礼，拿着玩吧。这是 A-Tail 的内部非卖品，这可是消费上百万的贵宾都没资格拥有的。我本以为我的书签已经足够保留体面，封住陆川的嘴，还能试探出陆川的真实面貌，可陆川直接给我降维打击。多谢。全体都有，到齐，立正。我宣布，本届新生军训正式结束，解散。终于熬出头了，哥们儿，感觉现在能吃下一头牛。我操，女神，我女神来了！麻烦填一下军训反馈表。学姐，笑梅这段时间跟着跑场地挺辛苦的吧？以后若是笑梅有什么活动需要帮忙，可以随时找我，加个微信吧，沟通方便。抱歉，工作上的事关注公众号留言就好，我不加私人微信。我堂堂江城陈家大少，竟然被拒绝了。你还没说，那天在洗手池边，你是怎么知道我姓什么的？开学那天校门口迎新听学长们讲的。是吗？你这项生源地信息没填完整，后续还要做信息核对。加个微信，晚点我把确认细则发你。什么情况？前一秒跟我说不加私人微信，结果转头主动加陆川，而且这是哪门子破借口？加了。川哥，你是不是对校花用迷魂术了？什么迷魂术？别乱说。军训结束了，有些事也需要开始了。奇了怪了，我要加微信为什么不行，而陆川就能被加？这不是区别对待吗？真丢脸啊！兄弟们，为了庆祝军训结束，这周末我安排江城西郊最顶级的汤泉水会，从进门到出门的花销，本少爷全包了。我操，陈总真全包啊！那里头有电脑能打游戏不？顶堆电竞套房，随便你打通宵。妥了，我就说跟着陈总混，绝对不吃亏。以后谁说陈总一句不好，我韩东第一个不答应。一帆，周末一起去吧。好，让你破费了。那就这么定了。既然决定要去，出行得安排好，打车太麻烦。正好我爸前段时间给我买了保时捷718，明天就让他开来学校，我开车带你们过去。我操，跑车！陈总，你这也太有排面了，我还从未坐过跑车呢，到时候一定要多拍几张照发朋友圈。随你。子航，保时捷718是双座跑车吧？我们4个人怎么做？完犊子，光顾着显摆，结果把跑车座位数量的事忘记了。这算什么问题？我开718带东子，再让我家司机开一辆奔驰 S 型专门接你俩。陆川，你有驾照没？有的话，明天奔驰钥匙留给你，让你摸摸豪车方向盘，过过手瘾。不用麻烦你家司机了，我有车。穿着这么普通，吃个饭还要 AA， 能有车？你有车？什么车？
买来代步的二手车而已，图个方便。哦，二手车啊，二手车也行。不过周末去西郊路不近，万一路上抛锚就麻烦了。听我的，明天你的车停学校，开我的大奔。不用，自己开习惯了，车况也还行。真不知道怎么想的，放着大奔不做，非要开二手车。行，随你。一帆，那你明天坐奔驰还是二手车？不用麻烦司机了，明天陆川接我就行。又特妈傻了一个，放着奔驰不做，做二手，读书读傻了。老陆，陈总家住哪儿啊？大清早就跑去开车。有钱公馆。啥玩意儿？有钱公馆？这也太土了吧！陈子昂他爸买房的时候专门找人看过风水，觉得这名字能招财进宝，特意花高价买的。哎呦我的妈呀！陈总平时那么讲究，回家大门顶着有钱公馆的名字，反差也太大了。陈子昂那种死要面子的人，绝不可能把这种土掉坯的事告诉别人。要说也会编一个洋气高端的名字，而他爸买哪儿的原因，陆川也知道。陆川到底是从哪里查到的？他背后的情报网究竟有多深？我去开车来接你，你在校门口等我。啊，好。前世，若是碰到朋友一起出去玩，我肯定会租一辆拉风的跑车，而这一世，怎么普通，怎么随心所欲，怎么来。大儿子，干啥呢？一大早的。你大清早整得像个开屏的野鸡似的，头上喷的发膏都快可以防弹了，开个破铁壳子去学校，不会是要泡小姑娘吧？妈，你胡说什么呢？我就是平时代步开开，什么泡小姑娘？我是那么肤浅的人吗？行了行了，你是我生的，我还不知道你怎么想的。谈恋爱没问题，妈不反对，但记住要找个屁股大的，骨架结实点的，以后生孩子生得快。我绝对不可能找那种类型，你想都别想。那也行，你要是嫌壮实的姑娘不好找，找个男的也行，妈开明的很。我快迟到了，先走了吗？陈总牛逼，太排面了！我这辈子还是头一次离真跑车这么近。行了，代步工具而已，先上车吧，外面热。好嘞，等会儿我一定要多拍几张照片，发朋友圈吓吓老家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兄弟。迈阿密蓝配红内饰，这套选装，等车周期怕是不短吧？听到没？比起韩东这种只会提供情绪价值的吹捧，赵一帆的话才能切中要害，坐实我排场的人。还是你懂啊，一帆。车漆就去了小10万，加上其他配置，足足等了几个月才提车。这颜色很适合你，确实很有战士度。都过10分钟了，陆川怎么还没到？他那二手车别是抛锚了吧？一帆，你在这儿等他，要是他车坏了，我让司机开奔驰来接你们。我们先走一步。好，那咱就先撤了，你和老陆快点跟上啊。陈子昂是觉得今天他赢了。今天这一局，终于是我赢了。陈总，什么赢了？没事。这车看着好优雅啊！这是宾利欧陆 GT。知道陆川绝对不可能输。不好意思，来晚了点，车停在车库太久，出门才发现油不够，绕路去加了个油。
原来如此，他们两个先去了，我们快过去吧。行。刚上车的时候看到你车牌是江 A54321，这牌子不太好弄吧？运气好，车管组随机摇出来的。这种顶级车牌都随机摇出来，几率比走在路上被雷连超2次的几率还低吧？如果陈子昂的保时捷是拿来展示的，而陆川这辆车就是拿来生活的。你这车二手的都比陈子昂的新车贵，特意开出来是想逗一逗陈子阳？没必要。太刺激了，陈总牛逼！到了汤泉水会，咱先去前台报到，然后再去门口等陆川和赵一芳。但有一点，等会儿见面了，别拿陆川的二手车开玩笑。大家都是学生，他能靠自己买车，已经很厉害了。就算是二手车代步破车，也比一般人强得多。这我懂，别说二手车了，就算骑个电瓶车，那也比我这靠腿走路的人强啊。再说老陆挺好的，军训还给咱买卫生巾，都兄弟，没啥可炫耀埋汰的。你知道就行。先生，大堂正门仅供落客，请移步普通贵宾区停车。我是这里的会员，今天预定了你们这儿的私人尊享套餐，车也不能停在这儿。非常抱歉，会所规定不能占位，感谢配合。你好，预定了尊享套餐，这是我的会员卡。好的，先生。东子，这里的会员分黄金、铂金、黑心和钻石，越往上越难办理。我爸也是今年才拿到黄金会员的邀请。陈先生，核对无误，请您稍等片刻。好，第一次来这种地方，韩东估计已经被惊呆了吧？你怎么没什么反应？难道是这地方不够档次？档次肯定够，但要论场面大，还不如我们东北的洗浴中心呢。不如洗浴中心？子昂，你是不知道我们东北洗浴文化有多牛。我们那儿的洗浴中心全照着5星级酒店，照着皇宫的标准砸钱弄的。我高中经常去呢。你这里看起来很私密，也很贵，但其实也就那样。老陆、一峰，你们来了。先生，您的车我已经叫人开去清洗了。好，谢谢了。洗车？这里还有这种服务？我记得我之前来让他们洗车的时候，他们明明说了不给洗。路上加了个油，耽误了点时间。陆川，你的车应该很久没开了，灰尘应该挺多，是得好好清洗清洗了。陈总这边预定的私人尊享套餐，洗车应该是免费的，咱还能省点钱呢。那再好不过了。到了就行。刚才我已经让前台安排好了专属包房，走吧。今晚大家在这儿睡到自然醒，所有的消费我包了。陈总，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那走吧。过了，前世来这里很多次，下意识就朝着这边走了。陈子昂才是今天买单的人，不能扫了他的兴。陆川，你以前来过这地方，要是头一次来，没人带路，可是和迷宫一样。你怎么知道要走这边的？以前和朋友来过几次，认识路。这人越来越看不懂，明明对这里布局很熟悉，却又能随时随地收敛锋芒，给足别人体面和台阶。这种程度，不像是一个刚迈入大学的学生该有。各位贵宾，这是你们的专属包房。为了保证几位贵宾的隐私，洗浴、护理、更衣都是单独的，各位可以在单间内完成洗漱。不是，这咋都是单间啊？大老爷们儿来洗浴中心，不就该光着膀子坐大池子里坦诚相见吗？将每人关在一个小玻璃盒子里洗澡，和回宿舍冲澡有什么区别？谁要跟你坦诚相见？你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倾向？你少扯淡！我是说，洗浴中心的灵魂就是搓澡，大家都分开洗，搓澡的时候咋整？谁给谁搓呀？南方和北方的习惯不同，正常，咱可以约搓澡。等会儿帮我们4个人，每人安排一位专业的搓澡师傅去单独的搓澡间。他又帮我圆回了一次场子。兄弟们，吃自助餐的灵魂根本不是吃最好吃的，是只吃最贵的，饮料一点不碰，主食这种碳水一口不吃，这才是对吃自助餐的尊重。吃相斯文点，跟个饿死鬼投胎似的。陈总，吃自助餐就必须和饿死鬼一样，不然亏本儿。这和牛火候不错。先吃和牛，热的时候油脂香，凉了发腻。老陆，你真是我亲哥！终于干完了，满足。
这地方食材虽然贵，但吃起来是真爽啊！消化消化，回包房准备下一项泡丝汤。你们先回包房，碰到个熟人，我过去打个招呼。行，你先去，别迷路了。陆少，方叔，军训刚结束，跟室友一块过来歇会儿。请坐。汤泉水会这种销金窟，到处都透着阶层的森严，普通的年轻人就算有钱也进不来，进来了也多少会露出破绽，要么眼神局促四处打量，要么身体僵硬，要么装出油腻的熟练感。而陆川全没有，太松弛了，就好像这种地方是路边茶馆一样，没有底蕴是绝对养不出这种人的。方先生，您有什么吩咐？这位是陆川陆少，在江城念书，偶尔回来这边坐坐。去后台走个系统，给陆少办一张钻石会员，那些繁琐的验资流程直接跳过。好的，方先生，稍后我亲自送到包房。方叔，其实没必要这么麻烦的。不麻烦，不麻烦。既然你来江城读书了，那肯定要待几年，总不能以后你每次带同学来都要走普通客人的排队流程吧？有卡了，以后进出方便。那谢谢方叔了。拿到这种卡，一丝好奇都没有，看来是真见过大世面的人啊！结交此人，这步棋算是走对了。我朋友来了，刚好介绍给你，这位你也应该认识，江城大学的校长陈松林。校长好，大一金融一班陆川。这就是老方说的京城大少啊！一般人若见了我，要么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要么就是拼命表现自己，而他完全没有，这可不是能装出来的。别站着，坐。老方，你给我介绍的这个年轻人，看着气度可不像是新生啊。哦，那像什么？看着沉得住气的气度，倒像是上级派来视察我们学校的年轻干部。你这张嘴啊，多少年了，当了校长还是没个正形。行了，别客套了，加个微信吧，以后在学校真有什么事儿方便联系。当然。小陆啊，加了以后可别在学校惹了麻烦的时候才想起我，想让人家多找你直说。人家若真有事儿，办事的人还缺你这一个。说的什么话？我就是想他平时没事来办公室找我喝喝茶聊聊天而已。方叔，校长，我室友还在等我，就不打扰二位叙旧了。行，你去吧，跟同学好好玩，有事打电话。你看看，懂进退，知方寸，真正的大家风范。你怕什么？就算是又如何？你又没做错事儿。你这话说的，心里总有个坎儿啊。放心吧，人家应该是某个大家族的少爷。京城那么多大家族，也没见几个二代能有这种气质的。到底是哪一家的少爷呢？你呀，只要知道这孩子身份绝对不简单就行了。我让你跟我说，再做一个试试。都是你大爷的，放手！哟，老陆回来了，快来，这池子水温简直绝了！你他妈脑子有病吧？我刚做的发型全给你毁了。都来泡澡了，还在意什么发型啊？老陆，你快下来，我帮你搓搓背。自从认识他，就从没见他狼狈过。东子这家伙动手丝毫不手软的，我还真想看看他狼狈时的样子。对啊，老陆，一起下来泡澡吧，很舒服的。陆先生，这是方会长为您特批的最高等级钻石会籍凭证，以后您来不需要预约，享受最高规格接待。知道了，替我谢谢方叔。那是钻石卡。老陆，还站在那儿干嘛？快来啊！马上。老陆，相请不如偶遇，今日兄弟给你安排一个全套的洗头套餐。真可惜，没把手机带进来，不然就能拍下陆川吃瘪的表情了。前是为了装富二代，没日没夜的练习跆拳道还有泰拳等，就为了在朋友们面前装，没想到重生过来，技巧还能用上。我操！我泡个汤就行了，你别乱搞。不乱搞了，快放开我！陈总，你别乱来啊！打扰一下，请问水会的会员等级具体是怎么划分的？先生您好，我们会员等级从低到高分别是黄金、铂金、黑金和钻石。
那办理这些需要什么门槛要求？要求十分严格。黄金会员需要一位持有黄金会员卡的人实名举荐，并且验资超过1亿才能办理。铂金需要2名持有铂金会员卡的人举荐，门槛是5亿。至于黑金就是10亿以上了。陈子昂家里资产1亿左右，刚好拥有黄金卡。那钻石呢？钻石是我们水会最高特权凭证，拥有者一共不超过10人，不接受任何验资和申请，只能通过会所高层甚至股东、董事长特权授予。所以，钻石卡是非卖品。非卖品的钻石卡，拥有者不超过10人。陆川，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不行了，这地方的电竞区太他妈带味儿了。子昂，你怎么也好像没睡好？还不是这家伙，昨晚非要拉着我陪他通宵双排，我跑又跑不过，打又打不过。走吧，一起出去。我把账结了，咱们就回学校。结账。陈先生，您的累计消费金额一共是58000元整。刷这个。是不是你们机器出问题了？赶紧的，我们还要回学校呢。不好意思，陈先生，系统显示您的这张卡已经被冻结了。不可能，昨天来的时候还好好的，机器是不是出问题了？陈先生，我已经确定过几遍了，确实是冻结状态。而能冻结这张卡的，除了会所管理高层外，就只有卡主陈富贵先生本人。我带他们来玩，结果卡被冻结，要不要这么丢脸？不行，必须将这垮掉的场子支棱起来。等下我打个电话。喂，儿子，咋了？爸，我在汤泉水会结账呢，你怎么把卡冻结了？爹，求你了，说个好点的借口吧，我就能不丢脸了。儿子，是这样的，你个小王八犊子，你妈让你找个大屁股、骨架大的女孩当女朋友，有错吗？你竟然不理你妈，一溜烟就跑！该死的，你骂我儿子小王八犊子，我又是啥？你个老王八犊子！老婆，我错了，别打了，我不是故意骂他的，我这不是想给你出气吗？滚！别看我不打死你！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啊？杀了我吧！这个局面如果让陆川去结账，虽然能解围，但钻石卡也会让陈子昂心中产生被碾压的挫败感，而这也是我展示实力的绝佳机会。我有会员，我来吧。好的，先生。请他们来玩，结果卡被冻结，家里的丑事还被他们听到了，让赵一帆帮忙买单，肯定要被他们嘲笑死了吧？走吧，回学校。快走啊，陈总，我还要坐跑车兜风呢。回宿舍看书了。你们刚才前台那事儿谢了啊，今天算我欠你个人情，回头我把钱转你。室友之间不至于，卡刚办的，顺手的事儿。行，不矫情了。东子，你等会儿坐陆川的车回去。我爸妈在电话里打得快掀房顶了，我得赶紧回去拉架，不然家当全得被砸碎。哎呀妈，你赶紧回吧，陈总，叔叔阿姨那边你先稳住，别真动手伤着了。老陆，你车呢？停哪儿了？开过来了。陆先生，得知您的车在我们这儿保养，我又去亲自安排了一下。谢谢。我操，宾利欧陆 GT， 这是你的？对。你小子藏得够深啊！二手代步车而已，刚好遇见合适的，就买来开开了。你快拉倒吧，几百万的宾利叫二手代步车，你再这么说话，我容易仇富。这车后排挺挤的，你俩谁坐副驾？坐后头。我昨晚熬了一宿，正好睡一觉。老陆，这车除了后排真特么挤之外，隔音是真没话说。我这一觉眯得贼香。回去接着睡。以陆川的性格，应该是图个方便，顺手停在这里的。不过，学校怕是要炸锅了。弄完军训，新生还要弄开学大会，太麻烦了。我操！你看见5栋楼下那辆车没？白色的宾利欧陆 GT， 我看了，车牌江 A54321，这种顺子连号，绝对是哪个顶级大佬的座驾。
哎呦，我的亲娘嘞！老陆，你快看，我不行了，我真要被这帮人笑抽抽了。白宾利哥哥，看我，我是大4的学姐。宾利弟弟，要不要和姐姐谈个恋爱？姐姐什么姿势都会。下面这个更逆天，我是男的，但我屁股翘，能不能考虑一下击剑？我不嫌你后排空间小。江大新生的想象力确实比我预期的丰富。车主本人看见这些寄件邀请，心里应该不会太高兴。走吧，快迟到了。命运这东西真会开玩笑。前世我为了装富二代，让全校都知道我是有钱人，租车买表，生怕别人看不见，最后却无人在意。而这一世，我将那些浮华的面具撕碎，买车买房都选自己喜欢的，逼不装了，话也不说了，结果全校却自己炸。下面进行大会第5项，有请本届大一新生代表发言。新生代表，今天能站在上面发言的，肯定是履历最牛、底子最硬的人了。这老头不会是要阴我吧？有请本届大一新生代表金融一班陆川同学上台发言。我靠，老陆，你小子藏得真深啊！我是不是耳朵出问题了？能代表新生发言的，不是省高考状元，就是拥有绝对履历的怪物，要么就是被重点培养的苗子。为什么陆川请他上台，那还不如请我上台呢？这是谁啊？长得好帅！能作为新生代表上台讲话，他肯定十分优秀。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上午好，我是陆川。站在这里对我来说也是个意外。开学这段时间，我听到最多的话题是大家讨论以后要加入什么社团，怎么规划人脉，要在这校园中给自己打造什么样的人设。很多人觉得大学是重新包装自己的名利场，只要你穿得足够光鲜，认识的人够多，在这圈子合群，你就是个优秀的人。但这在我看来是最没有意义的一件事。与其把精力花在怎么挤进别人的圈子，不如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把课上好，把饭吃好。真正的优秀，从来不是站在别人头上去展示优越感，而是先学会把你自己活成一个不管放在哪里都绝对可靠的人。谢谢大家。老陆牛逼！这嘴开过光吗？一句大话没有，硬是把我听得热血沸腾了。如果今天被毫无准备推上台的人是我能做到像陆川一样磕棒都不打一个，思路清晰、逻辑缜密地讲出这段话吗？这就是人与人的差距。各位同学，刚才陆川同学的发言讲得很实在，不过我在这里得向大家坦白一件事，今天我给陆川同学开了一个小玩笑。这次新生代表名单学校早就定好了，但我特意交代老师，有意没提前通知陆川。我这么做，只是想看看我们江大的年轻人，在毫无准备时能不能接得住场子。现在看来，他交出了一份很不错的答卷。也就是说，他稿子都没写，就说出了这些话，没有发原稿，顺势发挥。我要是被邀请上台了，我得立刻社死吧。今天的新生大会到此结束，大家有序退场。这也太离谱了！老陆，你是真能藏啊！你咋就成新生代表了？你跟校长到底啥关系啊？陆川，等一下。陆川同学，陈校长刚刚有交代，让你现在立刻去一趟他的办公室。去校长室？这已经远远不止在大会上出个风头那么简单了吧？他和校长难不成真有关系？校长，您找我来啦。小川，坐。刚才在大会上没提前打招呼，没生我的气吧？你在汤泉水会叫方志远一口一个方叔，怎么到了我这儿就不肯叫陈叔了？陈叔，您这是在学校里，我怕坏了规矩。咱们私底下不讲那些规矩。小川啊，你那辆白色的车今天在学校动静不小，我等会儿跟后勤打个招呼，把你的车牌号录进教职工内部系统，以后进出校门道闸自动放行。行政楼地下车库也给你留个专属车位。不用麻烦了，陈叔，那台车太招摇了，最近动静已经够大，我准备再去买一台低调点的代步车，就过普通的大学生活。面对这种能够在几万名学生都想要的特权，他竟然毫不犹豫拒绝了，而且理由是想要低调。他这表情不像是开玩笑，是真嫌弃那辆车破坏了他大学的生活秩序。行，既然你想换低调的车，等你提了新车，联系后勤老沈录权限。行，麻烦陈叔了，那我先回宿舍了。去吧去吧，记得常来啊。你喜欢低调，陈叔要是经常派人去喊你，怕是想低调都低调不了。好。
老方，你这看人的眼光一点没老啊！怎么，请你办公室喝茶去了？对，这孩子面对唾手可得的特权，不屑一顾。这份拿捏轻重的定力，这种松弛感，跟咱们地方上养出来的孩子绝不一样。他的背景绝对通天。一帆，昨天在汤泉水会那事儿谢了。我知道要不是你出手，我这脸在江城就算是彻底掉地上了。这人情我记着。真没必要，一点小事而已。你先别急着拒绝。我本来想微信转账，但我爸说，既然你连黑金卡都能随便掏出来，转钱太俗气。但这东西全天下不管谁看见了，就没有不喜欢的。我操，陈总，你这手笔也太硬了！陈叔叔说的太对了，这全天下谁不喜欢黄金啊？这叫硬通货。行，那我收了。既然收了礼物，那温泉的事儿就彻底翻篇了。这些有钱人的圈子也挺有意思的。对了，我听说咱学校停车场停了一辆白色的宾利，现在学校都闹疯了，疯狂发帖在找车主。这到底是哪个新生这么猛，排场搞得够大的？那还能是谁的？川子的？他不是一直说那是代步车、二手车吗？几百万的宾利，代步？之前我以为来宿舍后是降维打击，如今一看，赵一方应该是排第一，而陆川排名第二，我是老三啊！川子，快看，你现在是真的出名了！现在学校里有一群人每天在停车场蹲点，甚至有人架起手机开直播，教授必须把你揪出来。前世我租车装逼的时候，最渴望的就是这种关注度，可现在这种关注度破坏了我原有的生活秩序，我重生回来可不是为了装逼的。总，我想请你帮个忙。什么忙？你先说。帮我把那辆宾利从学校里开出去。那车太高调了，昨天停在楼下就是图个省事，结果现在天天被人盯着，纯属给自己找麻烦。我讨厌麻烦。在这个年龄的男生，若是有几百万的宾利，巴不得将车焊死在最显眼的位置，而他竟然说这是麻烦。既然只是把车开出学校，你怎么不找一帆？他应该也有驾照吧？你是本地人，路况熟，开车也方便，而且你本来就喜欢车，交给你最合适。而且挪车只是一半，我已经买了一台新车，适合日常开。今天我还得去一趟车管所上牌，我想请你陪我走一趟，把牌子上了，然后一起回学校。让我陪着跑一趟，这已经不是挪旧车那么简单了，而是让我深度参与陆川下一台座驾落地的全过程。这意味着他已经没把我当普通室友看待，而是当兄弟看待了。行，这事儿交给我。我在后街的路口等你。OK， 你先去，我收拾一下。哎，陈总，这大周末的你怎么来停车场这边了？出去办点事儿。该不会里面停着的那辆白色宾利是你的吧？陆川就是因为不想被盯着，才让我将车开走。如果我说这车是陆川的，那就相当于把它卖了呀。可我作为少爷，总不能将别人的东西说成自己的吧？这太丢脸了。之前以为陈子昂是本地富二代，没想到他竟然是深不可测的豪门少爷。我懂，那你先忙。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算了，先把车开出去才是正事。你那台新车什么时候买的？刚买的。既然嫌宾利豪调，又强调是日常代步，那新车多半会往下落到奔驰 E 级或者奥迪 A6L 这个级别，对他来说应该是极大的克制了吧？方叔，我快到了。对，还是那几个要求：低调，开着舒服，坐着舒服，安静就行。好，我来安排，1个小时去车管所就行。今天我可是深度参与了陆大少的换车流程，到时候我去随便展现一下人脉，快速将麻烦的证件弄好。陆川肯定会高看我一眼，我们这关系算是彻底铁了。
陆先生您好，我是方会长的助理，您叫我阿强就行。按照方会长的交代，这台车的外形足够普通，绝对不会引起任何不必要的关注。全车做了顶级双层隔音，底盘滤震重新调校，相关手续我已经全部打好招呼，只需您亲自走个过场。多少钱？陆先生，车款和手续费用一共235万。不过会长说了，您不用着急费用的事情。我能接受方志远用人脉和渠道帮我办事，毕竟可以省下不少时间。但买车的钱可不能让他出，人情是人情，账目是账目，若混淆了，以后的路就走不宽了。晚点我会将车款打入方叔账上。明白，陆先生。你知道基晋源吗？帮我将那辆宾币车开去晋源地下车库，到了后，车钥匙交给物业管家就行。好。现在应该到办手续的时候了吧？该我出场了。到时候办手续的时候，我给爸打电话，叫他联系人加快办理就行。老陆，这边新车落地要办手续了吧？对，不过这位先生已经帮我处理好了，小事儿，我叫我爸帮忙。什么？处理好了？对，麻烦了。不是，我以为他叫我陪他来，是因为我作为本地富二代有人脉关系，会好办事一点。结果就真是陪他来一下呀。算了，以他的身份，确实也不需要我帮。你有朋友处理好了就行。你的新车呢？在哪儿呢？大众帕萨特。不对，好家伙，我还以为真是帕萨特，难怪比之前看到的帕萨特要长要宽得多，原来藏着门道啊！川哥，你这手玩的太绝了，这哪是普通帕萨特，这绝保是顶配的帕萨特 Pro Max， 大众标下面还带字母，这叫什么？低调的奢华。帕萨特 Pro Max， 这家伙想象力可真牛啊！你干嘛？怎么了？咱不是回学校吗？临时牌照都没有，你想被交警直接扣在这儿？手续的问题有人帮忙处理，拍照得自己去办。忘了。子航，你帮我选。我？大哥，这可是你新车上牌，这么有仪式感的事，你让我代劳？对，只有一个要求，越普通越好，绝对不能带6和带8。我买这车就是为了低调的。老陆，你这就纯属杞人忧天了。咱江城这选号系统很随机的，只有一次机会，出来10个号码，遇到什么就是什么。你想挑个带6带8的靓号，概率比中彩票还低，99%都是破烂杂号。你放心，我闭着眼都能给你挑个最烂的。办好了啊，这叫听天由命。这他妈什么情况？我刚才不是特意强调了吗？别选带6和8的，这能怪我吗？这是系统强制给的10个选项，全特8是6和8。这要是挂出去，人家以为你是刚从矿里出来的煤老板。能不能不选，重新摇一次？手续都绑定了，只有一次机会。那你帮我挑个最低调的。你让我怎么挑？这个还是这个？哪一个跟低调沾边啊？不行，我不选，你来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啊。小刘，怎么今天有空给我打电话呀？所长不好了，上一任所长落马。什么？他不是到省里去了吗？怎么会这样？听说是被人举报关于买卖车牌号的事儿。以前的陈年往事被查出来了，他利用私权私自保留特殊车牌号。所长，您自己也要小心啊！完了，上一任所长都落马了，那我不对，还有机会。小张，马上把你那个底层权限打开，把那个所有靓号都放出去，1秒钟都不能多留。封锁这号码被底层代码锁死了，强行放进随机是会报错的。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必须得做得天衣无缝，否则你和我都得完蛋。可一共有11个靓号，车封锁系统只能一次给10个，还有一个放不出去啊！完了。不过我可以临时写个脚本，利用超时自动分配的系统 bug。正常情况下，用户在规定时间内没有选号，系统就会从10个号码中自动随机派发1个。我们利用这 bug， 直接将多余号码强行分配给那个超时的用户，这样所有靓号被释放了，
而多余的那个号码也会被人拿走，就没事了。好，就这么做，快！坏了，光顾着纠结，时间耗过去了。这怎么可能？刚才那10个号里根本没有这个。不对，这绝对是后台直接改写的剧本。前面那堆靓号只是掩护，从川哥交出身份证那刻，这种特权牌子就已经被死死安排好了。他能量强到甚至能够控制车管族的系统。你咋选了个这么高调？行了，走吧，去拿牌子。能这样，估计是方会长在后面操作了。这份人情送得太重了，回去必须把买车的钱立刻结清。对了，这车进学校得办个通行证，不然太麻烦。陈老师，我是陆川。陈校长上午说让我有事联系你，我换了台新车，想办个校园长期通行证。陆同学你好，陈校长专门打电话跟我说过这件事，您把车型和车牌号报给我。大众腾轰，插牌号江 A 00006。江 A 4个0，1个6。哎，换了辆低调的车，结果车牌号却阴差阳错选了个不低调的。对，陆同学您放心，1分钟后您的车在江大所有校区内部通道24小时无障碍通行。另外，行政楼地库原本预留给校长的1号专属车位，我立刻给您腾出来。校长的1号车位，还有全校通行证，他就算是校长私生子，都不可能有这待遇吧？唉，我何时要是有这待遇就好了，可惜啊，身份地位不够。陈老师，方便的话，再帮我一个同游也办个长期通行证。车牌号江 A NB 945。搞定了。喂，校长，陆同学那边的事情办好了，按照您的要求，我将您1号车位腾出来给他了。做得不错。对了，他换了什么车？大众腾辉，车牌号是江 A 0006。你说什么？00006？千真万确，校长。行，我知道了，老沈，这件事你做得很好。以后陆川同学在校内所有的车辆事宜都按最高规格处理。好的，校长，我明白。明明说要低调，却又要选择这样的车牌号，陆川到底想了什么？难道是因为今天我在新生大会上借主场优势提点了一下陆川，玩了一手上位者的权术，玩得过火了？而陆川虽然表面什么都没说，甚至还给我足够多的尊重，但心中却并未完全不在意。因为真正有背景手段的人，不会在明面上和我撕破脸，而是会以体面的方式亮亮自己的手腕。想让我明白，有些人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这车牌就是给我的下马威。陈松年，你这江城大学的校长，别真把我当成一个可以任由你摆弄的普通学生。不行，得确定一下，这腾辉和车牌到底是不是陆川通过背后的人在对我发出警告？万一是，那就真麻烦了。怎么了，老陈？又想让我给学校捐款了？老方，你跟我透个底。陆川刚办了通行证，他换了辆辉腾，这车是你安排的？对，他想低调点，我让人安排的。他办的车牌是江 A 00006。你说多少？00006？这块牌子也是你办的？我不知情，车确实是我安排的，但牌子绝对不是。在江城，能直接把这种牌子落到一个学生名下，这种能量根本不是我能碰的。老陈，你别慌，我先去打听打听，这块牌子到底是哪位神仙手里流出来的。这位置确实方便，离电梯近。靠着老陆你，我的车也算有了正规编制了，别的学生车都进不来，我的可以。老陆牛逼，走吧，回宿舍。你会不会玩？大招留着下载啊！赶紧上！回来了，回来了！你出趟门怎么像被人点了笑穴一样？没顺便去医院看看？你不懂，这叫阶层的跃升。我这趟出去算是彻底开眼了。车款必须结清，
人情归人情，账不能糊糊。200多万，眼睛都不眨就转出去了，这大佬又买啥了？给他打个电话去通知一声吧。小川，没打扰你休息吧？没有，刚回宿舍，准备给您打电话呢。那个小川啊，车开着感觉怎么样？挺好，刚才235万的车款我已经转到您账户里了。这次真的要谢谢方叔，账牌的事儿您安排的太利索了。手续没给你添麻烦就好，特别是那块车牌。没有麻烦，这块车牌确实很特别，车和车牌的事儿我都记着，以后有机会这份人情我一定还上。明明车牌不是我安排的，他却非说是我安排的，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了，他是在点我。他背后的家族不方便出面，故意把这块天大的车牌甩给我当掩护，这是把我当白手套，给我送天大的人情啊！小川啊，有些事儿大家心里都有数，话就不必说太透了，你觉得呢？您说的对，这件事就不必再往外说了，低调点最好。车牌就当是正常的流程办下来的就行。你放心，方叔什么都明白，该怎么说，该怎么做，我心里有数。这点小事儿，在我这儿绝对不会出问题。外面的事儿有方叔替你处理，那就麻烦方叔了，改天有空去拜访您。方叔这人可真敞亮啊，确实是个值得交朋友的人。这种情况就相当于一个顶级豪门的人出了事，让人去顶包，你只要帮忙顶包了，以后就相当于搭上了顶级豪门这条线，人家就欠下了你人情。我早就想往京城发展了，这个锅我背定了。我只要将这件事处理得漂漂亮亮，就完美完成了陆川的任务。虽然这事儿麻烦，但稳赚不赔。喂，领导啊，对，我是小芳，对，我想让你帮我个忙。兄弟们，明天可就正式上课了。这开学到现在，咱们宿舍都没一起喝过酒，今天晚上不得好好整一下？行啊，今晚我请吧，大家想吃什么随便挑，我来安排。那不行，你军训的时候都请我们喝红牛了，今天这顿说啥也不能让你来。这顿我请，我虽然穷点，但请兄弟们出门撸顿串喝酒，那还是完全请得起的。行了吧你那点生活费还是留着多吃2顿食堂的排骨饭吧，这儿轮不到你硬撑。要不我来吧，千万别！你上次在水汇前台直接刷了5万8出去，眼睛都没眨一下。今天这顿要是再让你出钱，我这脸以后在宿舍里真没地方放了。就是，一帆你可快收了神通吧。我请吧。好嘞。不是按照正常的宿舍社区流程，你们现在不应该先稍微拒绝我一下，然后再提出 AA 比较好吗？那怎么能一样呢？你小子藏那么深，请兄弟们吃顿饭当封口费，完全不犯毛病。你瞧瞧你最近干的那些事儿，几百万的白色宾利，你管那叫二手代步车？车牌挂着江 A54321，全校都在找你。新生大会上，校长都公开跟你开玩笑。你这么牛，之前一点风声都不漏，你小子是没把我们当兄弟啊！今天这顿饭，我们要是跟你客气，那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没有阶层差距，没有试探和挠母，只有朋友兄弟之间的交情，这才是我这辈子要的生活。行，走撸串去，大家再整点小皮皮。妥了。老舅，这可太新鲜了！这家伙平时就像滚刀肉，今天竟然如此唯唯诺诺。刚结束2天，老舅，你小子听着，老舅给你寄了点咱老家的东西，这会儿已经到你们学校大门口的快递站了，赶紧去拿去。对了，我还弄了点鹿肉，还有鹿筋和鹿羊，另外还单独给你装了2瓶自家泡的鹿血酒，拿回去给舍友分分。出门在外，人家对你好，你不能抠的光顾着自己，不能给咱东北老爷们丢脸，知道不？知道了，老舅，我等会儿就拿去。知道了，老舅，别，我不喝，我肯定不乱整，您千万别放鹿。东子，你老舅不是挺好的吗？大老远给你寄好吃的，咋接个电话怕成这样？我老舅养梅花鹿的，坏得很。我小时候淘气，非要骑公路，我老舅直接打开栅栏，那头鹿把我顶飞了足足2米远，2米远。我趴在地上，屁股疼了1个月。从那以后，他就不停用放鹿顶你吓唬我。
你们别光顾着笑，等会儿拿快递，你们都得跟我一块儿去。老板，我取这个快递。同学，这个巨无霸是你的，253斤，知道的是快递，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是批发市场呢，赶快弄走。250多斤的快递，东子，你老舅可真照顾你啊！我打开看看。本人啊！东子，你老舅是连全尸都给你打包送来了。东西都在底下。这咋整？咱们宿舍连个小冰箱都没有，这玩意儿放一晚上就得发臭长蛆，绝对不能弄回宿舍。200多斤的生肉要是烂在5楼，整个学校都得臭了。晚上的撸串先取消。我知道一家专门做鹿肉的饭馆，可以把东西直接拉过去，让他们后厨帮忙把生鲜处理好，寄存冷库，以后想吃了随时取。这行啊，川哥，你又救了我的狗命。老陆，你确定是这儿？这地方看着连个客人都没有。在江城有头有脸的餐厅，我基本都知道。这家店我听都没听过。是啊，川哥，这要是给里边那些不入流的厨子做坏了，我可是要心疼的滴血的。信我，这家店的老板是处理鹿肉真正的行家。前世大二的时候，这家店以惊世骇俗的姿态横空出世。这家店的老板不仅精通东北菜，对鹿肉还有林间野味的烹饪堪称妖孽级，一连拿下不少厨师荣誉。名头打响后，请陆宴一时间开遍全国。只不过现在这家店还默默无闻呢。几位先生晚上好，请问有预约吗？没有预约，我要找你们老板。几位先生，请随我来。老板，快点起来，来生意了。鹿肉炖烂点，火候不到别叫我。炖个屁鹿肉啊！你清醒点儿，外面包间来了4个人找你。你今天要是再把这单生意黄了，咱们这个月就真破产了。客人，你看看这破店，整整1000多平，现在只剩下咱俩扛着。我每天不仅要做保洁，还要做服务员，还得当迎宾。你答应我的工资这个月都发不出来，天天就在这儿睡觉。再不干活，我就把大门拆了当废铁卖。现在人家客人指名道姓要找你，你还不去？在哪个包厢2楼听风阁。你至少把沾油的衣服换一下。鄙人陆德韶，是这里的老板兼厨师，不知哪位找我？怎么都是学生担子？一群学生能点多少吃的东西？哎，等等，这小子气质不同，这手表、衣服都很值钱，看来是个富二代。也许能在他身上扣点油水。老板，楼下大门口放着一个泡沫箱，里面有一整箱极品鹿肉。肉类搬上来，挑拿手的做几道菜，剩下的肉存你们冷库，以后我们随时来吃。平时客人带东西来加工都是1、2条鱼、几只螃蟹的，他们竟然一口气带来了1箱子鹿肉。没问题。自带硬货上门，这活我接了。不是我说，老板，你真能把鹿肉做明白不？瞅你这打扮，咋也不像个大厨，连皮鞋后跟都踩塌了。别是后厨睡迷糊被薅出来顶班的吧？小兄弟，这大厨该长啥样？是不是得左手拿炒勺，右手攥大蒜，才像个大厨？那可不，你瞅我这体格，看着都比你更像个厨师。脑袋大脖子粗，不是老板就是伙夫。你这身段可不就凑这2样里了？我家也厨子，可从未见过你这种的。老板去忙，我想吃鹿肉了。行，我下楼去验货。几个学生能带啥好货？别是便宜养殖鹿，膻味通天，处理都要处理半天。这肉绝对是林间的散养鹿，而且分割肉的师傅也绝对是行家中的高手。我虽然有手艺在身，却没有好的野味供给。若我能搭上这条线，长期在那边拿肉，肉我看过了，是这2年见过最好的极品，好肉不能糟蹋。我得按师傅传下来的老规矩做，给我1个小时。行，你看着做。1个小时能做出什么花来？这是炭烤鹿排，火候猛，最适合这位兄弟直接上手啃。高汤味鹿筋，不加重料，
入口柔，最配两位内敛的性格。金玉华露金桔，吃的是极致的嫩，最衬您的身份。从进门到验货短短10几分钟，他竟把我们的性格和需求摸得一清二楚。这个老板绝对不是等闲之辈。上一世他能起家，看来不仅光靠厨艺啊。让我先尝尝味道如何？我吃鹿肉吃得多，最有发言权。虽然是阴差阳错，但这未来的餐饮界传奇，算是搭上线了。坏了，光顾着炫肉忘了喝酒。确实该喝点顺顺。鹿血酒太烈，容易上火。我送2个炒菜，大家整点冰皮。老板大气，我收回之前的话，你这鹿肉做的比我老家的还好吃。谢谢夸奖。几位兄弟，你们那批鹿肉底子真不错，平时家里没少吃吧？老板，你别研究我们，你手艺这么牛，这辈子梦想是啥？发财呗，把青鹿宴发扬光大。可惜啊，我这店现在一个鬼鬼都没有。如果真有机会，我想把我这门手艺发扬光大，收徒弟，开分店，让全江城的人都吃上好的鹿肉。那不简单吗？这还简单，老板，你今儿个遇上贵人了，看见没？陈少，江城正儿八经的地头蛇，他一句话能把你这店门槛踩平了。瞎吹什么呢？谦虚啥呀你？陈少，我敬您一杯。老板客气，我也就是个市级的少爷。老板，你这店缺啥？缺少客源，牌面，缺能消费得起的大老板捧场。那更不是事儿啊！可你知道一帆是谁吗？省级顶级财阀，人家回老家几10辆黑牌奥迪 A8 排成长龙开道。东子，别扯了，他倒也没扯。我是市级少爷，你是省级的，地位完全不同。不过老板，你真想把店做起来，我平时认识一些朋友，到时候带他们来尝尝你手艺，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一桌人，这2人确实气质完全不同，而韩东更像个气氛组。至于另外一位，似乎一直没什么存在感。没想到小店能同时迎来2位贵客，真是蓬荜生辉。我敬你们一杯。老板，你光敬我们不行，今天这一桌你最应该敬的人还没敬。今天这桌上真正不简单的在这儿，京城来的。他开的是一辆白色的宾利欧陆 GT， 车牌号江 A54321。就在今天，他换了一辆新车，我陪他去上的牌。知道发生了什么吗？车管所选号机上当时出现的是清一色的6和8的顶级靓号。这也就算了，老陆竟然看都不看，选都不屑选，硬生生耗光了时间。系统超时后自动给了一个号，你猜怎么着？结果系统自动吐出来一个号，江 A00006。川哥这么猛，老板，你知道为什么他非要去换车吗？是因为他觉得那辆几百万的宾利太高调了。几百万的宾利还太高调了，这绝对是反话。这只能说明宾利在他眼中根本不是值得炫耀的资产，甚至还觉得开宾利丢了他的脸。这小子喝多后真是什么话都往外抖。本以为他是这一桌最普通的客人，没想到竟是一个超级隐藏大佬。几位，今天我陆德韶算是开了眼了。这杯酒，我敬你们。一帆，
你说莎士比亚写那么多悲剧，晚上会不会整宿失眠？如果是前世的话，陈子昂问出这种问题，赵一帆的回答绝对是不知道，因为他根本不会去和陈子昂解释那么多。不会，悲剧是释放口，他睡眠质量应该比写喜剧的人好。那你说，如果明天早上第一节微观经济学，咱宿舍全都旷课不去听，宇宙的运动轨迹会不会产生偏差？不会，但明天上午点名的时候，辅导员在成绩班上扣平时分的手速应该会很惊人。一帆，你这也太他妈真实了，绝了！一帆，你这脑子到底怎么长的？来，为了宇宙的运转，咱俩走一个。赵一帆平时最冷，最难被周围喧嚣打动，但今晚竟然能和陈子航聊这种无营养的酒后闲谈。前世的504宿舍永远透着防备，重活一世，这种真实的羁绊挺好。喝，今晚多喝点儿，明天就正式上课了，喝酒都没什么机会了。老陆，你也要陪我们多喝点儿，咱以后可是兄弟，这里就定为我们兄弟几个聚餐的地方了。好，没问题。我这饭店有了这几尊大神经常来吃饭，以后不愁不发财了。不行了，我喝不了了，陆大少，我比不过你们这群年轻人。老陆这人能处，喝酒能陪着喝醉的都是好兄弟。服务员，买单。我买，今天谁也别跟我抢。我说我买就是我买，你松手！他俩好像喝高了，这咋整？让他们去折腾吧，咱上去也是添乱。不是，我堂堂江城少爷，竟然因为抢着买单，抓着扫码牌拉来拉去的。我是不是喝多了？我都说了别跟我抢吧。多少钱啊？先生，您今晚一共消费了5800元。多少？子航，你没事吧？谁让你非得跟我抢的？看，摔着了吧？我都说了我买。好家伙，前世精致冷漠的少爷，如今竟然为了抢着之前被寒冬打倒在地，还将我手机砸了，神社是完全不要了。等你明天酒醒，看我怎么宰。我手机呢？我得扫码啊！我去找手机，你们等着。服务员，我来吧，顺便麻烦帮我们喊个代驾。好，别装了，人都走没影了。那个顶级大少爷你不扒扯，你不是还惦记着要从他们嘴里掏出来那极品鹿肉的进货渠道吗？最后怎么不提了？极品鹿肉的路子确实缠人，今天第一次认识，总不能追着人家打听吧？吃相难看会把人吓走的。那个姓陆的呢？人家那背景你不着急巴结啊？京城来的宾利特殊连号，这种大佬突然跑来我店里吃饭，说出去你信吗？哪个东北大高个吹那本地的少爷，那本地的又吹那个姓赵的，最后七拐八怪都去吹陆川，还越来越离谱。不就是喝多了酒在酒桌上吹牛逼吗？所以你完全不信？当然了，我干餐饮这么多年了，什么人没见过？真要有那种手眼通天的大人物，会和几个毛头小子混在一起，会因为几千块的饭钱抢单抢得满地打滚。松开小爷，小爷没醉，小爷能走。哎呦喂，我的屁股！这两人吐了一身，估计得洗个澡。我打电话叫前台
安排几个技师帮他们洗澡换衣服吧。行，我也困得不行了。送你的，不欠人情，纯粹当朋友送的。朋友送礼，难道不接啊？谢了。您好，麻烦给404号房间安排几个技师。我有2个朋友喝醉了，需要洗个澡，衣服也记得帮忙洗了晾干一下。这他妈是哪儿？我的屁股！为什么会这样？你他妈昨晚对我干啥了？我屁股怎么这么疼？你给我说清楚！你撒手！我啥也没干啊！就知道你不对劲儿。上次在水会你就非要一起洗，现在居然趁我喝醉，你个禽兽！我他妈也喝断片了！我一睁眼你就在这掐我，我还想问你咋钻我被窝里来的呢？我不活了，我不干净了。行了，先松手。你昨天晚上干啥了？自己全忘了吗？昨天晚上喝完酒，你没走稳，结结实实摔了个屁股墩儿，所以你现在屁股疼，非常正常。真的？真的。我和陆川昨天晚上就在旁边房间。韩东要是真对你兽性大发，我和陆川能不出来制止吗？难道真是我过激了？真特么倒血霉了！老子东北纯爷们儿，刚醒就差点背上一口大黑锅。那个东子啊，我刚刚那反应是很正常的，你别怪咱啊。正常？我告诉你，我性取向可没有问题，以后别这么想我。下次我请你喝红牛。当真？我去冲个澡。我这副鬼样子，要是让我妈看见，绝对能脑补出一场豪门恩怨大剧。可是不接，她能顺着网线过来扒了我的皮。妈，怎么了？儿子，大清早跟室友在酒店开房呢。昨晚大家一起喝了点酒，太晚了就没回宿舍。不对呀，你这眼睛怎么红彤彤的？是不是哭了？没有没有，你想哪儿去了？谁能欺负我呀？咋？你那屁股还疼不疼了？要不要我给你揉揉？你别乱说话！我记起来了，昨晚我喝多了，推你的时候太用力了，跟你说声对不起啊，以后我肯定小心点。妈，不是，你听我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哎呦，阿姨好，我是子昂的兄弟韩东，您叫我小东就行。你好啊，小东，长得真精神，阿姨对你很满意。儿迷还是你听我的话，妈让你找个骨架大的，你还真找了个，真是妈的好儿子。妈，你别瞎想，他是我室友，男的。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小东啊，等会儿帮子豪揉的时候下手轻点儿，晚上记得来阿姨家吃饭，妈给你们炖大棒骨，好好补补。哈哈哈哈哈哈！接电话，接电话，老妈。完了，这是铁了心要办招待宴了，这辈子都解释不清了。你就是陈子昂，陈学弟。是，怎么了？这又是干啥呀？我的个乖乖，陈总，你这是得罪哪个宁霜厂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子昂，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这不会是恶作剧吧？我刚来学校也没得罪人啊，我看看。开学报道我就注意到了你身上的气质很干净，希望能从一顿简单的晚饭开始，慢慢认识你。嘿嘿，我就说吧，本少爷怎么会得罪人呢？这些都是情书，这该死的魅力根本就藏不住。我操，还真是情书啊！陈总牛逼，人家是桃花朵朵开，你这开了一个桃园。
瞧瞧，全都是对我人格魅力的赞扬，全都被我外表吸引了。这黑丝还有褶皱，明显是穿过的，这也太直接了！我的个亲娘嘞，这么狂野！今天送黑丝，明天不得将身体送上门啊？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以前怎么没人送这些东西？子昂，你看，这信封上的火旗印章印的还挺讲究。外语学院的邮窗，看来送情书的还不止咱们学校的。我明白了，他们是想让陈总多乐一会儿。这大少爷今天已经被折腾得够惨了。你刚才说看什么？我说我想看看黑丝。你这人怎么说话这么粗俗？大家都是文化人，想看黑丝能说的这么直白吗？得换个有意境又文化的说法。那应该怎么说？应该这么说：闻君倩腿裹鹰晚霞，青苔莲步风寒韵，漫至罗宾亦自暇。莫道人间无绝色，一眼惊鸿醉天涯。这首诗就叫《盼见素腿着玄霄》。好文采，好诗，好诗啊！行了，都收拾一下，第一节金融专业课要迟到了。摒弃了前世那些装模作样，我找回了久违的踏实与平静。这种生活才是人过的生活，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